那天夜里，汴京的雨不大，却很长，水顺着御史台的屋檐滴下来，一滴一滴打在石板上。没有人说话。牢房里点着一盏灯，光很小，照不到墙角。苏轼坐在那里，靠着潮湿的墙，闭着眼。他没有睡着，他只是不想看见那盏灯。43岁，他在心里默默算了算自己的年纪，又放下了。数字没有什么意义，在这里，白天和夜晚都差不多。这一切是从几首诗开始的。那年他刚从杭州调回京城，看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各地推行，心里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隐隐的忧虑，像是眼见水要漫上来，却没有人肯看。他写了诗，他一向用诗说话，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。高兴了写，难过了写。走在山路上，看见一棵歪斜的松树，也要写。文字对他来说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只是这一次，有人把他的诗一字一句地抄下来，送到了皇帝面前，说这个人在讽刺朝廷，在辱骂新法，罪该问斩。那年是元丰2年的秋天，御史台的差役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湖州的官署里批阅公文，窗外有风，吹动了桌上的纸。他站起来，走出门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身后还有一叠没有批完的文书，就那样留在桌上。御史台在当时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乌台，那里有很多柏树，乌鸦成群栖息在上面，终年叫个不停。苏轼在里面待了130天，那段时间，他每天见到的人只有审问他的官员，和偶尔送来食物的狱卒。他弟弟苏澈在外面奔走求救，他的老朋友们有的低着头沉默，有的冒着风险替他说话，有的已经吓到不敢和他扯上关系。人在最危险的时候才会看清楚谁是真的在乎你的。没有人知道他在里面那些漫长的夜里想什么。或许他想起了父亲，想起苏洵带着他和弟弟进京赶考的那一年，3个人坐在船上，看见长江两岸的山，觉得这辈子什么都有可能。或许他想起了年轻时，他和弟弟一起读书的那些夜晚，窗外也是这样的秋雨。那时候觉得天下大得很，什么地方都去得了，那是另一个世界了。那个世界里的人还不知道文字也可以变成刀。审讯断断续续地进行，对方拿出他的诗，逐句拆解，问他这句是什么意思，那句是在影射谁，这个字是不是故意选的。苏轼看着那些诗，那是他写给山，写给月，写给一个在路边卖酒的老人的句子。现在他们被摊开在审讯的桌上，像一件一件的罪状。他试着解释，有时候对方点头，有时候对方把那张纸折起来，什么都不说。他不是没有想过，自己可能出不去了。那天夜里，他让狱卒带出去一封信，给他弟弟，
表面上说的是家事，是儿子的学业，是几本书的下落，但里面有2句诗，是给自己的，也是给苏澈的。他写：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随便哪里的青山都能埋我，不管在哪里，你以后夜里下雨，一个人坐着想起我，就让眼泪流吧。那封信后来转到了宋神宗手上，没有人知道神宗读到这里是什么表情，只是读完之后，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没有说话。替他求情的人出现了好几个，让人意外的那几个是他的政敌王安石，那个推行新法和他政见相左多年的人，从金陵送来了一句话：安有盛世而杀才是乎？盛世怎么可以杀有才的人？这句话有多重，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。也许王安石本人那个夜里也在某个地方坐着想着这件事，想着他和苏轼吵了那么多年，到底在吵什么？还有一个人是宋神宗的母亲，曹太皇太后病重在床，也托人传话说起仁宗皇帝当年读了苏轼兄弟的文章，如何高兴地说替子孙找到了2个宰相之才。那声音从记忆深处传来，隔着几十年还带着温度。宋神宗沉默了很久。元丰2年12月，苏轼被贬黄州，官职是团练副使，不得擅自离开那个地方。他活下来了，只是那个他以为自己还能发挥的朝廷，从此离他很远了。走出御史台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有完全亮，空气是湿的，带着刚下过雨的气息。石板路上有积水，映出灰色的天。他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抬头看了看，乌鸦还在柏树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风从街道那头吹过来，带着汴京清晨的味道，炭火和什么人家早起煮饭的气息。他深吸了一口，后来有人问他，在里面那些日子最难受的是哪一天？他没有直接回答，他说有一天他在那个小牢房里，想到自己一生写过那么多字，走过那么多地方，认识过那么多人，最后竟然是被自己的事带进来的。他说那一刻他笑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是觉得好笑，还是觉得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吧。笑完之后，他又拿起了狱中允许他留住的那块砚台，磨了磨墨，继续写。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不写的。离开汴京之前，有一个夜晚，他独自坐在客栈的小房间里，窗外是街道的声音，有人在说话，有人在走路，生活还是照常在进行。他摊开纸，想写点什么，又放下了笔。有时候最深的感受是说不出来的。那一年他在御史台里写给弟弟的那首诗，最后一句他没有引用的，是这样的：与君世事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这辈子我们是兄弟，下辈子还要继续。写那句话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快死了。现在他活着，坐在客栈里，
就要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。他想，或许黄州的江边也有月亮。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里最黑的一段。进去的时候，他是大宋朝最有名的文人；出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被流放的罪人。但有一件事情没有变，他还是会写诗。到了黄州，他在长江边找了一块地，自己种菜，自己酿酒。后来写下了几篇这辈子最好的东西。有人说，乌台诗案让他输掉了一切；也有人说，那130天才真正告诉他什么是值得写的。黄州的江边大概比御史台的牢房更适合说那些故事。只是那个地方的冬天，他后来是怎么熬过去的，那又是另一个夜晚的事了。喜欢今晚的故事，记得回来，明天夜里我们再说一个。